蓝忘机垂眸道：这剑法有些眼熟。魏无羡蹙了蹙眉，沉思片刻后恍然道：你是说食魂煞巢穴那尊棺椁上的剑痕？蓝忘机点头。也就是说，拦截柳宗主的与那日破坏棺椁禁制放出食魂煞的或许是同一个人。蓝忘机又点了点头。不止如此。魏无羡奇道：怎么讲？蓝忘机缓缓开口：当日食魂煞巢穴的棺椁上仅有一道剑痕，难以判断剑法出处，但现在看来……说到这里，只听地上传来一阵咕噜噜的声响。蓝忘机低头一看，一个苍白的骷髅竟兀自从不远处滚了过来，正巧停在魏无羡的左脚脚尖。魏无羡清了清嗓子：韩光卷，你的意思是你认出了这剑法？蓝忘机本是低头打量着地上的骷髅，闻言抬起眼，又点了点头。魏无羡又问：所以到底是哪家的？蓝忘机凝重道：姑苏蓝氏。魏无羡睁圆了眼：你们家？不可能吧，你们家的人跟那位柳宗主能有何仇何恨？蓝忘机摇头，又道：这剑法却有蓝氏风骨，却更为诡谲狡猾，恐是掺杂了外门招数。若是……又是一阵咕噜噜的声响。这下魏无羡的右脚脚尖也滚来了一个骷髅。蓝忘机四下环顾，附近地上不少白骨骷髅，皆是蠢蠢欲动，即使是较远处的，也无一例外面朝着他们的方向，准确说来，是面朝着魏无羡的方向。原以为坟地异动是阴邪受了惊扰，对来人发出了警告，可现在看来，这并不是警告的意思，这是在投诚。虽然当今修习鬼道之人不在少数，可左不过是照猫画虎，学得的也不过是些皮毛功夫。真正能通阴邪，使之俯首称臣，人其躯侧的，这世间只有一人。蓝忘机神色一凛，直直看向魏无羡：你……紧接着便没了下文。你方才说若是什么？沉默良久，蓝忘机终于开口：若是正统蓝氏子弟，断不可学得如此驳杂，因此他不是蓝氏之人，至少现在不是。魏无羡会意点头：看来我们需要些别的耳目了。蓝忘机翻出七弦琴，几声后又将琴收起，摇头道：问灵不成。魏无羡笑道：问灵自然是不成的，此地的死灵在怨气里浸泡了这么多年，早已被妖邪同化，丧失了曾经为人的记忆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走上前去，回过头来对蓝忘机淡淡一笑：韩光卷，你就安心歇息吧，这里可是我的主场。闻言，蓝忘机呼吸一凝，双手在身侧攥紧了拳头。魏无羡深入骷髅堆里，周身阴气突然涌动四起，争先恐后，急不可待，竟给人一种摇尾乞怜之感。有一个骷髅直接跃到了魏无羡的手掌，发出难以辨别的细碎声响。魏无羡将骷髅放在耳边，细细聆听片刻后，又在其指引之下，去到坟地边缘一处乱石背后，俯身查看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就问了个水落石出。魏无羡正想赶回蓝忘机身边，却见他率先向自己赶了过来。蓝忘机的步子迈得又大又急，不小心踩到了地上一颗小石子，身形一个趔趄向前，却并未止步，眼睛死死扎根在了魏无羡的脸上，哑着嗓子道：你……魏无羡迎上他的目光，二人相对而立，四目相投，皆是无言。半晌，魏无羡笑了笑，温言道：韩光卷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刚才我去问他们此地有没有新来的尸体，他们说有，还说来了好多具。我又问他们穿的最富贵的那具尸体如今身在何处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东南西北，指哪儿的都有。你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蓝忘机不言。魏无羡自行接上：我想啊，那位柳宗主兴许是让人给分尸了，或者是尸体被厉鬼给撕咬成了碎片。我现在打算把坟一挖开，看看里面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说着，魏无羡自顾自走向坟地。走了一截，魏无羡回头一看，才发现蓝忘机还僵立在原地。他唤道：
韩光君。蓝忘机不应，却一直看着他。魏无羡轻叹了口气，又道：蓝湛。蓝忘机目光一聚。魏无羡展言道：来啊！见蓝忘机终于跟上，魏无羡蹲下身去，开始挖坟。没一会儿，他眼睛余光瞟见身边多了一道雪白的身影，一看蓝忘机也蹲了下来，似乎是要跟他一起挖。魏无羡忙道：哎，你干嘛啊？挖坟这种事，那可是我的老本行，你就在一旁等着，等我挖出来了，你再看看就是了。说着，他把蓝忘机拉到了一处空地，又回来接着埋头苦干。挖了2、3座坟后，魏无羡已是大汗淋漓。抬头一看，蓝忘机依然看着他，身子僵硬的像是被人定了刑。魏无羡冲他一笑，擦了擦汗道：这么久不干，还是有点手生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当年挖坟，那可是又快又准，挖好了还能原封不动给填回去呢。忆起往昔，魏无羡心中愉快，手下也轻快了起来。其实你是不知道，我那时候挖坟总是怕被你看见了，所以每次都想着快挖快挖，否则一会儿蓝湛来了又要训我了。所以我挖坟这手速还是你给练出来的呢。2个时辰过去，总算是拼凑好了柳宗主的尸首。可谁知尸首是齐了，却仍是拼不出魂魄。魏无羡惊道：我以为我当初身体碎尸万段，已经够惨绝人寰了，想不到这兄弟竟然能比我还惨，连魂魄都碎完了。看来这下是问不出什么名堂来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蓝湛。魏无羡本是看着气氛太尴尬，想说几句玩笑话活跃气氛，可蓝忘机的心思似乎全然不在这里，压根没听见他在说什么。魏无羡又唤了他几声，蓝忘机终于回过神来，恍恍惚惚地看了他一阵，轻声道：把尸首送回柳氏府邸吧。魏无羡应了句好，紧接着低下身子，3下5除2将尸首锁进了乾坤袋里。期间，他悄悄抬头瞄了蓝忘机一眼，却发现蓝忘机的脸上竟是看不出什么情绪。等到2人上路回魏阳，蓝忘机一路上都没有说话，这下可把魏无羡给整懵了。像这种久别重逢的戏码，以往他在话本里看得多了。按常理来讲，蓝湛不是该冲过来对我摸东摸西，然后问天问地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你真的回来了吗？或者拼命掐自己的手，确认是不是在做梦吗？再奔放一点的，说不定直接找个无人角落，对我做出些什么忘乎所以的逾矩之事，那倒也不是不可以。可蓝忘机到现在非但什么都没对他做，甚至都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。虽然仔细想来，以蓝湛那性格，的确是做不出话本里那么奔放的事来，可是再怎么也不至于这么平静吧？怎么连一丝丝喜悦都看不出呢？该不会是我理解错了？其实蓝湛对我并没有那个意思，那也不至于这么平静吧？换作世上随便哪个人，听闻夷陵老祖卷土重来，不都得流露出3分害怕、7分唾弃，或者哪怕是一丢丢的随便什么情绪也好啊。看着蓝忘机那张不露山水的脸，魏无羡简直要捶胸顿足了。这个蓝湛怎么就这么难搞呢？2人刚一辗转至魏阳，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刘府。毕竟人命关天，他们也不再多做隐瞒，将少不更事的几个年轻家丁打发走后，留下了几个壮年男女，将那具东拼西凑的尸体展示给他们看。家丁们尽皆吓得面如死灰，惨叫连连。可魏无羡一问他们，柳宗主先前可有过什么交代，或者可曾与其他人结过什么梁子，一个两个却又都哑口无言。魏无羡喝道：我再说一次，你们家主现在死无全尸，若真曾结过什么仇家，你们这些家丁又有谁是逃得过的？知道什么就赶紧说出来，就当是救你们自己的命了。说着，魏无羡开始点兵点将，手指朝着正前方随意一指：你是他的马夫，你们家主再去清堂会前，可有跟你交代过什么？马夫瑟瑟道：这位大侠，真不是我不说啊，我刚来这里不到半年，实在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。魏无羡又看向另一个手里拿着铲子、花匠模样的年轻男子，答案却是如出一辙。
三番两次之后，魏无羡实在是忍无可忍。怎么全是新来的？就没有一个跟你们家主跟得久一点的吗？一人小心翼翼开口：“大侠，你也不想想，以前的柳氏哪里请得起那么多下人？也就是这半年吧，突然就发达了，光是厨子就请了4、5个。可我们当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”问了半天，仍是一无所获。离开时，魏无羡又回头望了一眼刘府那极尽豪奢的朱漆大门，不由得叹息：果真是暴发户作风。